我们每个人在新闻上看到那些拐卖儿童的罪犯，那些强奸女性的变态，或者那些谋财害命的凶手啊，都会产生一种道德义愤，也就是感到愤怒、憎恨这些坏人，希望法律严惩他们。注意哦，我们希望法律制裁这些坏人啊，从来就不仅仅是为了把他们关起来，从而降低未来犯罪率这样的功利的目的啊。更重要的目的啊，是给这些坏人们他们应得的 deserve 的这么一种惩罚啊，也就是他们就该着被罚。也就是说呢，谋财害命的人啊，就该枪毙，强奸犯就该死啊。可是呢，今天我们将要分享的这个哲学暴论呢，就用极其简单的逻辑论证出，没有人应得任何惩罚，即便是十恶不赦的坏人啊，也没人真的该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从道德上去恨这些坏人。我们的那些所谓的道德义愤，其实都只是在自嗨。说到这个呢，有人可能就要想到，又扯决定论这种老掉牙的论调是吧？又要触发道德责任怀疑论者的丝滑小连招了是吧？也就是一切行动都是被因果决定的，被因果决定的行为是改变不了的，改变不了的东西是没有自由的，不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是不用负责的，不用负责的行为是不应惩罚的。等等。我们今天做这个论证啊，一点都不用扯到什么决定论啊、什么自由意志这样的大词儿啊，而就是用最简单、最老百姓的常识的说法，就能论证出这世上本来就没什么道德责任可言，一切所谓应得的惩罚都是老子没有想清楚的产物啊。这个论证呢，是由哲学家盖伦斯特劳森在《道德责任之不可能性》这篇论文中提出的。好，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论证的核心精神啊，然后再来展开细节啊。这个论证啊，本质上就分两步。第一步啊，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果必有因。具体而言呢，就是每件事情都是由一些别的事情在因果上导致的。注意哦，这里并不是说因果决定论哦，不是说被之前在先的东西在因果上决定了没有别的可能性了，而仅仅是说每件事情都有原因，对吧？都有 cause， 都有导致了它发生的事件，而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东西能够自己导致自己发生，也就是说自因是不成立的。咱这里不扯什么量子力学啊，要知道包括人在内的宏观世界里面的一切事物都不能是自因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发生。比如说柳絮为什么在空中飞扬是因为风也就是空气流动带动了柳絮飞扬。那为什么空气会流动呢？是因为地球表面的冷热不均造成了大气流动，而地球表面的冷热不均又是因为太阳辐射造成的，等等等等。那么以此类推呢，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因果链条。这个人的行为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为什么点开这个视频呢？是由你想看点哲学的欲望导致的，而你想看哲学的欲望呢，又是由你求知若渴、爱好学习的性格导致的或者呢就是被主播的盛世美颜吸引进来的而为什么你会被盛世美颜所吸引呢？因为你就是个好色之人总之呢，你之所以点进来肯定是有原因的，无论这个原因是你自觉还是不自觉的。所以这第一步就是说呢，有果必有因，并且呢是外部原因，自因是不成立的，因而存在因果链条。你这没毛病吧？这都是咱老百姓的常识，对吧？那这个论证的第二步呢，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冤有头债有主。也就是说呢，你如果要对一件事儿负责呢，你就必须也能对导致了他的那个事情也能负责对吧？这个也很好理解嘛比如说如果我要为撞死人负责，那我必须先得为我开车这件事情负责。但如果我是被迫开车的，对吧？有人拿刀架我脖子上去撞人，那要为撞死人负责的就不是我，而是逼我开车撞人的人，对吧？这就是说呢，道德责任是具有传递性的。好，所以说呢，你想要为一件事情的结果负责，你必须先得对导致这个事情的原因负责。但是我们刚刚说了有果必有因，自因是不成立的，存在着因果链条。因此呢，这个事情的原因呢，本身就是另一个事情的结果，而那个事情呢，也有它自己的原因。所以说呢，你还得对那个事情的原因负责。那么以此类推，我们最终就会退到你需要对一个很久以前发生的和你根本没关系的你自己也控制不了的事情负责。由于你没法对那个很久以前发生的和你根本没关系的你也控制不了的事情负责，所以你也就没法对你现在做的这个错事儿负责这说的有点抽象我们接下来举个例子就明白了比如说我现在谋财害命杀了人了，你觉得我应得惩罚，觉得我就该死是吧？那我问你，想要让我为杀人负责我是不是先得为我自己杀人的动机负责呢？要是我比如说像电影《美国队长》里面的冬兵那样被人思想控制的，那该为这个动机负责的就另有其人，那应该是那个控制我的人为杀人负责，对不对？那同理呢，
我之所以有杀人的动机啊，是因为我的这个卑鄙、贪婪、凶残的性格或者人品这样的因素啊，也就是我是怎样的人这样的因素导致的，对吧？所以要想对杀人的动机负责啊，我必须对我的这个卑鄙、贪婪、凶残的性格负责。那么好，我之所以是这样的人，又是由什么导致的呢？你这样推下去啊，会发现啊，推到最后啊，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基因和童年时期的环境导致的。那我问你，我真的要为基因和童年环境负责吗？我负不了责，因为它不受我自己的控制啊。所以这样反推回去，因此我不需要为我自己的性格负责，因此我也不需要为杀人的动机负责，因此我也就不需要为杀人的行为负责。换句话说，我并不应得惩罚，我并不该死。论证完毕。那些吃瓜群众对杀人犯的道德义愤啊，其实都只是在自嗨啦。这个吃瓜群众啊，总爱说怎么不找自己问题？你买不起房，你也找自己问题好不好？弹幕来一句，哎呀，你怎么不多找自己的问题呢？你妈的！简单说啊，一个人做坏事的动机啊，是由他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性格或者人品导致的。但一个人能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吗？我们的性格啊，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自主选择的结果。我们并不是先决定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再把自己变成这样的人的。相反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是由我们的基因和童年环境一步一步的因果的造就的。比如这个因果链条是这样的：童年环境和基因造就了我们有什么样的偏好，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进而造就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会朝着哪种性格发展，进而造就了我们的性格，进而导致了我们行为的动机，进而导致了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做出那些行为呢？为什么总有人拐卖儿童、劫财劫色呢？根本上还是因为他们的基因以及童年环境，根本上还是要诉诸那些他们所不能负责的东西。也正因为此呢，他们其实不应该为他们做的错事负责，也不应得任何惩罚。他们之所以有今天，说到底也是身不由己啊。那通过这个论证呢 ，Strawson 证明了道德责任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没有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然了，这个论证并不主张说有人违法犯罪了就不需要把他们关起来了。为了避免他们进一步危害社会这个公利的目的，还是需要把他们关起来的。但是呢，这个论证告诉我们他们并不应得这个惩罚。我们没有理由去恨这些人，因为道德责任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同意这个论证吗？如果你不同意，你有什么反驳的理由呢？请在评论里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